自我介绍是什么？我应该说什么？他们说什么 ？Hello， 我是简单。Hello， 我是绝区零的音乐人Hello， 我是绝区零的音乐制作人周斌。大家好，我是绝区零的音乐制作人杨武涛。没了，就可以直接叫我小宋就好了。就我。啊，我在说啥？大家好，我是雷神，我183。我遇到了他们3个人，其实是一个超出我预计的一个事情。他们3个人喜欢的东西、追求的东西，其实跟我是非常接近的，我们可以聊在一起。因为这个氛围，我特别喜欢。我们4个人就像战场的好兄弟一样。就因为大家审美上其实是比较接近的，大家会有一些默契。然后就是，其实好像就这样。我真的非常信任他们3个人，我们都非常直接。委托来了，分一分，各按各的。做完了以后，互相锐评一下，这个也算是我们一个非常……我能让你怎么说我的？像普通战斗白开水一样。管弦啊，确实不是很擅长。就我们4个人虽然喜欢的音乐比较相像，但是其实做出来的东西，个人的风格会不太一样。绝区的音乐其实大部分是非实录的方式去制作，会有一些自己在音色选择、编排上的差异。绝区零的音乐吧，用我儿子的一句话讲，就是太酷了。给我的感觉就整体是一个比较chill的氛围。我认为是回潮。就我第一个冒出来的还是 chill， 就是悠闲。这个悠闲它可能是表面，但是他们内心其实是经历过很多事情。如果看过绝区零的故事，是否可以结合起来，也能从音乐上面感到一些故事。我对新爱丽都的印象就是一个灾后重建的一个城市。大家在经历过一些痛苦以后，短暂的这个平静，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东西。当时想写一个工地的音乐，那它应该是一直在循环的一种方式。我觉得这首歌大家应该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，但是没想到大家很喜欢。从编曲上来说，其实它是同一个段落一直在循环，那你音乐你不能一直循环，那很容易听腻，所以就加了一个最出彩的方式，就加了一段 rap。 工地晚上的更好呀，工地晚上其实也是同样的设计方式，只不过氛围是不一样。白天就是火急火燎在那工作，晚上有点那种偷偷开工。我觉得我把这个点表现得特别好。它没有重复段落，但是它重复了一个和弦。这首曲子只有一个和弦，就我当时做的时候自己还挺满意的。既然我们 OST 已经发行了，大家都可以去听一下。当时其实策划其实是希望我给每一个卡池都定制一条音乐，制作人又找我聊这个事情，他希望我们的抽卡音乐不要太多，他希望有一定的标识性。经过我的缜密思考以后，我给了他们一个新的方案。如果没有出金，我就给他放一个 beat； 那如果出金了，我就给他加一段 rap。Yeah, the shining golden side. Let your inner sparking night. Find your treasure. 唱的这个部分，我就用
男女随机的方式带给大家。然后我把这个方案同时给了策划和制作人，他们都非常满意，对我也是赞赏有加，对吧？小小的骄傲一下，这段还是剪掉吧，太傻逼。蛇对蛇，很多人小时候就接触游戏，然后我这在想，我对小时候音乐的想法的记忆是什么样的，然后所以我最后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就是用我小时候玩的一些超市的儿童玩具来写这首歌。为什么用儿童乐器？因为它会有很多声音的频率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，然后它没有那么多的技巧，希望它能表达出贪吃蛇的那种傻傻笨笨，然后它又很直接、很朴素，因为你在你记忆中会有一些很模糊的感觉。我想复刻我对以前年代音乐的记忆，这件事应该是我在绝区零做音乐的最大动机。在接到无本如斯的这个广告的电视节目的音乐的需求的时候，当时我听了之后就感觉，哎，这不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的那种美国90年代的那种Midwest emo 那种感觉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往那个方向去尝试了。它和其他广告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，它是完全是实拍的画面嘛，配上里面的文本，就会有一些玩家觉得这个片子是这些广告里面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。最近刚做完莱特这首歌，这首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。确实为他付出了很多精力。在创作之前，其实我也会去翻一些那种拳击比赛的视频，最后我发现可能这个速度安排在100比较合适。在100的速度的上面，我再加一些16分音符的一些碎拍子，所以最后出来的结果就会让它显得特别的热血。然后我就要求歌手在这一段开始的地方呢，就是小声的细语，然后慢慢的把情绪慢慢的清醒给它推上去，然后最后推到了一个制高点，一个叹气加2声心跳声音，接着高潮就要来了。当时我跟歌手说，我说这段必须是整曲的最高点，歌手给了好几版过来我听，真牛。新建雅的EP创作过程是由剧情主导的。新建雅要坠入深渊幻境的时候，首先我在想，这个空间它是一个黑暗沉重的一个地方，我不希望它是一个电子合成器的低频。那么我需要补足这个低频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敲钟，也会给人带来一种很严肃、很沉重的感觉。到最后，这首歌曲它需要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像90年代亚洲动漫，它需要一个非常朴素，但是以人声为主导来传达它歌词里想告诉你的内容。这些乐器，不管是鼓也好，或者是吉他，我都希望它是一个不那么完美的东西。包括它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你也会感觉这个军鼓有一点缺了频，然后这个底鼓有点破，也像90年代的
亚洲动漫音乐一样，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。月城柳也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人，并且月城柳他非常习惯去照顾别人。我更想去表达月城柳他在下班路上的一段思考，他在思考工作的意义，为人付出的这种意义。有些时候我们生活中工作中也会有这样的思考。这首歌就是想表达，可能我在为别人付出，可能我在为别人努力，但其实我也有非常大的收获。就是歌词里面写到，就是雪花掉在地上，它可能就融化了，但是在空中的时候，我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色。朱渊这首歌，就是我们主要是从家庭这个视角去创作的。我收到的信息就是朱渊他是一个工作非常繁忙的一位治安官，他其实很少时间能陪在父母身边，但是他跟父母的关系又是非常融洽。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情感表达了出来，可能比较容易被大家共鸣吧。其实我用了非常多的华语流行的老歌的这种旋律方式去表达，但是它的编曲其实是波萨诺瓦。然后月城柳其实它的旋律其实还有点现代，编曲会有点，就是我想要那种都市感，所以他用了一种类似 City Pop 的这种风格。我从来没有觉得说为了去做一个风格而做一个风格，而是为了一个情感，为了一个表达去结合，这样子我觉得才是有意义的。我们就做了一个大明星的这个角色，这个角色的音乐其实是源自于我和制作人的一次聊天。我向他提了一个，就是我想在游戏内加入一个华语流行的这样的一个本土元素。华语流行也是我们本土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，其实大家都是从小听到大的。我很想把这份内容放在游戏里。首先我可以透露一点，就是他既然是一个大明星了，他肯定不止一首歌。我们所有的部门之间一起在努力的去做这样的内容。我希望大家可以连这个角色的形象、这个角色的故事和音乐一起去感受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我去过很多音乐节，但是其实当时我其实非常明白，我们作为绝区零，作为乙这个形象出现在这个舞台上，对于观众来说其实是非常陌生的。但是其实现场的观众非常非常捧场，体验感拉满，爽！我们创作出来的音乐，在海外的电子音乐这个舞台上得到他们的认可，有点小骄傲。